大夫人，你害我们家小蛮害得不够惨吗？小蛮为了救我，被迫自首啊！他被你们折腾成这个样子，还有什么好看的？以后别在我面前再提到小蛮呢，你不配！我知道我不配，可是你知道吗？我喜欢小蛮，从我看到他的第一眼开始，我就喜欢这个孩子了。我跟你一样喜欢他，因为有一次我问他：“你知道7毛钱有什么用吗？”他跟我说：“7毛钱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。7毛钱可以买7个生煎包，让一家人都吃饱饭，还可以买鸡毛菜的种子，种在家里的院子里，可以吃很久呢。7毛钱还可以，他还可以存下来。”不管是1天存一点，还是1个月存一点，存多了以后，就可以让弟弟妹妹上学，让他们识字，这样，他们以后活得也可以自信一点。开始，我还以为他是跟我说着玩的，没想到，他真的有弟弟妹妹。也没有想到，他跟我说的那些例子，就是他们家过的日子，是吗，彩妈？所以我来，我就想问你，小蛮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存钱的罐子？如果有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能让我看看吗？我知道你想念小蛮，可是我也和你一样，我也想他，我真的恨我自己，真是对不起，我心里比你更难受。彩妈，如果真的有那个他为弟弟妹妹存钱的罐子，你能让我看一下吗？久，它才会变得这么沉。要存多久才能够圆小蛮的梦？可是小雷、小雨走了，再也不会回来。小蛮的梦圆不了了。对不起。夫人，请喝茶。谢谢你，彩妈，你让我进来。小蛮的事，真的对不起。彩妈，请你一定要相信夫人的诚意。夫人当时确实有不得已的苦衷，所以才让你受到了莫大的委屈。
可是后来小蛮的事情，的确是夫人始料未及的。其实，当夫人一得知小蛮要去巡捕房自首，还特地派了大少爷和杨总管赶到巡捕房前去阻止。可是没想到晚了一步。你说的都是真的吗？啊，蔡妈，冬梅说的都没错。哎，还有件事儿，其实那天二夫人已经知道小蛮去自首了，可是呢，她想反悔，不肯放了你。要不是大夫人开了口，你现在恐怕还被关在大府呢。因为我知道大夫人的心意，所以带她来看你的。原来，大夫人的心不是铁打的。蔡妈，真的是我不对。我今天来登门拜访，就是来请求你的原谅，还要弥补我的过失。如果你不嫌弃的话，我希望你还是能够回到戴家。我是不可能再回戴家了。我这人这么倒霉，我怎么知道下次会发生什么更倒霉的事啊？你还是不愿意原谅我？没什么好原谅不原谅的了。哎呀，我这个人呐，没什么长处的了。我就是不爱记仇。人家犯了我的话呢，只要跟我道个歉，我就没事了，扯平了。今天夫人既然亲自给我道歉呢，我就没什么好计较的了。只是夫人，拜托你不要再叫我原谅了，好不好？我这样很不习惯呢。夫人，谢谢你的好意，我是不可能再回戴家了。不过，有什么话，直说无妨。夫人，你如果真的是有心帮我的话，我拜托你，想个办法，帮我救小蛮，好不好？不能说帮，这是戴家应该做的。我儿子问天现在已经成了小蛮的辩护律师，他一定会想办法救他，让他无罪开释。太好了，那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季龙，小蛮没事了，小蛮没事了，小蛮没事了。我听见了，有大少爷帮忙，小蛮的胜算肯定不小。大夫人，谢谢您，谢谢您帮忙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了，不能这么说，蔡妈，谢谢了，我承受不起啊！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。终于露脸啦！他刚刚出来，小的暗中追查他另有一个藏身住处。他白天不出来，晚上才出来买点东西，而且他特别小心，随时提防有人跟踪。大人，该出手了吧？急什么？给我盯死他！就这么盯。为什么不当场逮捕他？报告夫人，小的有个疑惑一直未解，就是刘小芳，她明知道我们已经在租界布下了天罗地网，她还是不肯离开租界呀。你的意思是？小的怀疑，她还是不死心，她还是要对付老爷子呀。哼，既然这样，你就应该及早逮捕他才是啊。报告二夫人，请您放心，我一定会保护好老爷子的安全。至于那个刘小芳嘛，她现在已经是瓮中之鳖，手到擒来。我想现在不宜打草惊蛇，小的想把他幕后的主使者一并抓出来。哼，原来是这样。哼，这个刘小芳，我平常待她不薄，居然敢背叛我，可见她背后来头不小。我倒想知道是何方神圣。四爷，辛苦了。这多不好意思啊！麻烦四爷，在下次行动之前通知我一声。杨某人一定要亲手抓住这个叛徒。
一定一定。严小蛮，有人要见你。来吧，跟我走。小蛮，你该不会不认识我了吧？二少爷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这次来，是想告诉你，我娘她不是凶手。他告诉你的？是。他说你就信？那我怎么会在这巡捕房啊？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解释，反正我娘就不是凶手。当然了，你们是母子嘛，你当然应该相信他了。可是我问你，凶手不是你娘，还能有谁？好了，先别说这个事儿了。小蛮，我这次过来，是想倾尽全力的救你出去。我娘跟领事大人还有几位法官都熟，只要他肯出面，让他们网开一面，你就一定可以出狱的。我告诉你，既然我已经进了这巡捕房，我就不怕死。我这次的愿望其实很简单，要么我就昂首阔步的走出去，要么你们就判我绞刑好了。你们戴家的关系，你自己留着用吧。哎，小蛮，小蛮，你骂得好，骂得对。我们戴家做了那么多对不起你的事情，你是应该骂。但是我想让你知道，我这次这么急的救你出去，是因为我希望你出狱的那一天，我可以在门口等着你。小蛮，我是真心喜欢你。我大哥没跟你提过这事情吧？他说过。那就好了。二少爷，小蛮，我知道，我在这个时候问这种话，实在是不合时宜的。但是你知道，我这个人就是急性子，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。我不在乎你坐没坐过牢，我也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你，我只在乎我们是不是能够在一起。小蛮，你给我一个答案，回答我好不好？对不起，我不能接受你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告诉我，那个人是谁？我认不认识？啊？那个人是你大哥，戴问天。问天哥，这些资料我越看越胆战心惊，心里一点胜算都没有。明天就要开庭了，你打算怎么替小蛮辩护啊？我们现在的确缺少强而有力的证据替小蛮翻案，所以现在只剩下一条路可走了。一条路？哪条路啊？主攻猪捕头。主攻猪捕头？什么意思啊？你还记得法律课上我们学过的毒果树理论吗？当然记得啊。毒果树理论就是说，如果果树有毒，那么结出来的果实也必然有毒。运用在法律上，就是说，如果用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，那么连证据本身也是不合法的，所以不得采用，也不得作为呈堂证供。没错。所以只要能够证明猪捕头是通过刑求的手段非法取供，我们就可以推翻小蛮的那份口供了。可是，那不就得抓紧了猪捕头，穷追猛打？问天哥，猪捕头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你心里最清楚。万一我们把他惹急了，他反击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也知道你说的这一点，但我还没有想到其他什么好办法。
问天哥，难道你忘了他是怎么警告你的？你这是在挑战他作为执法人员的威信。如果你让他觉得你想毁他，那么他也会毁了你的。小霞，你说的这些我不是不明白，我也不想玉石俱焚，我只想让他知难而退。同样的，朱捕头在官场混了那么久，这个道理他不会不明白的。问天哥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们现在没有什么时间了，我们一定要做一些安排，传唤一些证人。君涛，君涛，你怎么来了？君涛，我有件事情要问你。哦，我先去给君涛倒点水喝，你们先聊啊。里面说吧。我跟小蛮表白了，你知道他是怎么回答我的？他跟我说对不起，他不能接受我的这份感情。他跟我说，他喜欢的那个人就是你，你为什么要一直骗我？你到底想隐瞒到什么时候？你要虚伪到什么时候？小蛮比你诚实多了，他喜欢你就是喜欢你，没有什么可隐瞒的。可是你呢？你是真心喜欢小蛮吗？你要是真心喜欢他的话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大哥，你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，这次你又想使什么花招了？你要救小蛮，你到底是真心喜欢他，还是为了要赎罪呢？你要是真心喜欢他，为什么不告诉他真正的杀人凶手是谁？你要是为了要赎罪，为什么还要骗取他的感情？你根本没有资格爱他。对，我是没有资格爱他。你刚才说我说的一点都没有错，我虚伪，我是一个伪君子，我甚至不敢面对他，告诉他杀人凶手就是我娘。你刚才说的那些我早就想过很多次了，但是我别无选择。小蛮喜欢我，信任我，甚至期待我能帮他无罪获释。其实我只要告诉他杀人凶手是我娘，他就无罪了。俊涛，这对小蛮有多残忍，你以为我不想吗？可是我不能想，也不敢想。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全心全意替他辩护，替他打赢这场官司。其实我早就想清楚了，官司一旦打赢了，我也就会失去他。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的吗？我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。总有一天，我会失去这份友谊。但是我希望你还能够有小蛮这个朋友。大哥，你不会想舍弃这段感情吧？你不要再问小蛮喜不喜欢我，这一点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在于你怎么做。我跟小蛮真的不可能了，但是你可以。娘，听说你又跑出去了？我找小蛮去了。你找他做什么？娘，我想请您帮帮忙，可不可以让小蛮无罪获释啊？你在说什么呀？那丫头，打从进了戴家就对我充满了敌意。哎，她
还老说我是毒害他弟妹的凶手，我凭什么帮他？原因很简单，就是我不想让他成为咱们戴家的戴罪羔羊。你可以去找大娘，何必找我？娘，我知道你跟领事大人熟，又认识几位法官，只要您出面啊，这事情啊一定能摆平的。哼，这个事情啊万众瞩目，我可没那本事。娘，您不试试怎么会知道？您就试一试呗。这事情唯有仰赖您才会有转机。奇怪了，小蛮那个丫头跟我们非亲非故的，她还打伤过你，你干嘛要救她？你呀，就是烂好人，瞎同情。我不是同情，我是要救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喜欢她。胡说些什么呀你？我没有开玩笑，我是认真的。你怎么会喜欢那样的丫头啊？哎呦，喜欢就喜欢呗，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呀？娘，你就帮帮我救救她吧。你有没有搞错？他是个杀人犯。你明知道他不是的。哼，这全世界都知道他是。娘，所以才要请您还他清白。够了，那个野丫头一点都不适合你。再说他们家又没钱，日后对你没什么帮助。她那个女孩啊，就跟她名字一样，刁蛮的不得了。以后谁娶到她，谁活该倒大霉。娘，那是您对她的误解。行了，待会儿我会陪你爹参加一个宴会，这事儿就到此为止。我既不想听，也不想再讨论下去。总之，我不同意。娘。夫人，您就别生气了，真搞不懂，这小蛮有什么好的？二少爷怎么会看上他呢？幸亏夫人当机立断，让二少爷死了心，否则啊，那丫头是卖花女出身的，哪配得上二少爷呀？卖花女怎么样？出身不好又怎么样？难道你认为我配不上老爷？珠儿说错话了，真是该死，真是该死！珠儿真的没那个意思啊。给我接戴庆豪老爷子家。喂，杨总管吗？我是朱捕头啊，请问今天晚上戴老爷子有什么行程啊？哎，哦，什么？上海商会？戴老爷子，您好，慢慢聊，你们聊。玩得开心啊！我是没了。干杯！您今天真漂亮。生意兴隆啊！啊，干杯！是啊，哦，哎，这一次是小马多多少啊？是啊，来，上下联手啊！干杯！来。就是啊，多谢。
啊，刘秘书啊，你好。走，我们去。好，你好。好久不见了。来，让开！哎，老爷子小心呐！哎呦！快追！是，小梅，你没事吧？二位没事吧？别害怕，跟我走。走。又失手了。没关系，还有机会。杨叔，你这要带我去哪儿啊？这个时候，你说去哪儿最安全呢？停车！请出示你的证件。后面那个是二夫人。别害怕，这里存放的都是顶级的食材，只有我有钥匙。你就踏踏实实的待在这儿，等我的指令。我的钱呢？你的钱我早就准备好了，事成之后，一分也不会少。你该不会是想让我在这宅子里出手吧？好了，你就别问那么多。好好的待在这儿，等我的指令。老爷，二夫人，喝杯茶压压惊。好。朱捕头，今天幸亏你，老爷和二夫人才会平安无事。哪里？可我还不能感激你。我希望你能够在3天之内抓到刘小芳，要不然的话，我就请郭市长命令警政厅接手。到时候，我看你巡捕房的面子往哪儿搁。夫人放心。这个刘小芳她是逃不掉的，小的一定在3日之内将她捉拿归案，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来，让开！不会吧？真的假的？还有这种人啊？哎呦！现在到底怎么样啊？死丫头，我看你今天还是老实一点，否则我一枪毙了你。朱头四，你最好对我好一点。我觉得不会是。我对你还不够好吗？其实我上次能够逃走呢，不是因为我有什么万能钥匙。什么？如果你丢钥匙这种事情让那么多的记者知道的话，会不会不太好呢？少废话，押上去！开枪！
朱大人，哪儿那么多事儿啊？哎，死丫头，开车！是。本案开始审理，请原告、检察官说明。经查，嫌犯严小蛮以剧毒砒霜毒害弟弟严小雷、妹妹严小玉，罪证确凿。经拘提后，嫌犯对其所犯罪行坦诚不讳。现在就请巡捕房朱捕头说明此案。朱捕头，请。庭上，罪犯严小蛮的确是犯下了滔天的罪行，他竟然用掺有砒霜的毒包子毒害自己的亲弟妹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啊？这种行为简直就是令人发指，对所犯罪行毫无悔意，请庭上处以极刑，以匡正社会风气。现在，请被告律师说明。庭上，请允许本席上前询问我的当事人严小蛮。请吧。严小蛮，朱捕头刚才所说的是否属实？不，他说的全是谎话。我不是凶手，更不可能害死自己的弟弟妹妹。我就知道他不会承认的。肃静。戴律师继续。庭上，我可以借用一下那份口供吗？严小蛮，你说你无罪，那么这份朱捕头出示的口供是怎么回事？这最后一页的签名是你亲自画押的吧？是我画的押，没错。既然是这样，你为什么又不肯承认你是杀人凶手了呢？我当时根本搞不清楚状况，不明就里的。我画押的时候，根本不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。严小蛮，这事关你的生死，攸关你的清白。我想请你坦诚地说明，你是不清楚这份口供上的内容就画押了呢，还是因为当时并非出于你的自由意志，被迫画押？戴律师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说，你并非出于你的自由意志，而且请你坦诚地说明，你在巡捕房的时候是否遭到了非法逼供。哎，你说，抗议！这绝对是对原告不实的指控。肃静。抗议成立。戴律师，本人主持的法庭不允许危言耸听。庭上，本席绝非危言耸听，本席坚持就他是否遭到非法逼供的问题询问我的当事人，因为这事关法律的公正。好，你继续。谢谢庭上。严小蛮，请你立刻说明你在巡捕房的时候是否遭到非法逼供。行。当时我进巡捕房的时候，他们明明知道我是无辜的，还硬让我认罪，我当然不肯了。于是他们就把我的养母财妈抓到巡捕房来，当着我的面对她用刑，所以我只好认罪，只好画押。因为我如果不这样做的话，他们就会当着我的面把财妈折磨死。那天刑求的人总共有4、5个，他们长的样子我全都记得，其中一位就是现在坐在这里的朱四。严小蛮，你胡说八道！庭上，您别听被告的狡辩之词，我没有刑求，我没有啊！肃静，肃静！夫人，起风了，小心着凉。我们还是回屋去吧，回屋等也是一样的。比起法庭内的消杀，这点风算什么？
如果这风能吹回好消息，我宁愿在这儿吹着。庭上，对于朱捕头的控诉，本席可以理解。但是既然被告严小蛮已经正式地向法庭提出了控诉，我还想请庭上重视被告的供词。戴律师，你希望怎么做？说清楚。按照毒果树理论，巡捕房朱捕头等人对严小蛮的养母进行不法刑求、非法逼供，因而取得的口供不能作为呈堂证供。本席想援引毒果树理论，就被告之口供是否成立以及是否具有证据力进行程序答辩。戴律师，我希望你不是为了替被告脱罪，这才可以提出程序问题，扰乱视听，否则你担心背上蔑视法庭以及诬告执法人员的罪名。庭上，本席既未蔑视法庭，也没有诬告巡捕房。你的证据在哪里？本席没有证据，但是我有11位证人。让他们进来。小蛮，你看谁来了？你的朋友、你的长辈、弟弟妹妹、财妈，他们都不曾忘记你。庭上，这11位证人的确都是被告的关系人，他们每一位都很清楚巡捕房的办事手法，有的被取缔过，有的被拘捕过。对于朱捕头办事的作风，他们比谁都清楚。哪一个先来？我来。我叫石金龙，是待价护院。俗话说得好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可这个朱捕头却天天犯我。庭上，我的证人已经很清楚地说明了朱捕头刑求逼供的过程，本席也无需再说什么，请庭上明察。本庭宣布，本案择期再审。在审之前，需先判定严小蛮的口供是否具有证据力，是否足以作为呈堂证供。戴律师，我不喜欢意外，也不喜欢惊喜。今天，我只是暂时接受你的异议，但并不表示我已经接受了你的观点。光是靠着那些证人的证词，就想推翻严小蛮的口供，你的证据力肯定不够。庭上，您的意思是？我要求你务必找出严小蛮的养母遭到刑求的直接证据，否则严小蛮的口供还是可以当作呈堂证供。庭上，我对你已经够客气的了，这件事用不着再讨论了，就这样吧。大哥，你就别担心了。你知道吧？你今天的表现可算是一鸣惊人。你没看到旁听席上大家的反应吗？全都在为你叫好。而且你今天已经说服了法官，我相信接下来你一定能打赢这场官司的。法庭上的辩护最讲究证据。本来我希望今天这一击能够让法官接受这一切，现在看来，他并不接受。他希望我能够拿出刑求的直接证据。你告诉我，我上哪儿去找？如果我有的话，岂不早就拿出来了？那你的意思是说，接下来你没有把握打赢这场官司？我真的没有想到，事情会这么严重。戴文天，
你想整死我是不是？朱捕头，您先别生气，我先去给您倒杯茶。哼！戴律师，你可真是不知好歹啊！我一心维护你母亲，维护你们戴家，甚至冒着失职的危险，把你们戴家的罪过掩饰得完美无缺。可是你呢？你给我耍阴的。好，我就舍命陪君子，陪你玩到底。接下来，别怪我心狠手辣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哼！严小蛮隐藏身份，躲进你们戴家有多久了？不是1天2天了吧？知情不报，窝藏罪犯。戴律师，这种事情要是张扬出去的话，别说是你律师的资格，恐怕你还得进去吃牢饭。够了，朱捕头，你休想威胁到我大哥。这件事情上，你自己做的也有瑕疵。要不是你严刑逼供，事情也不会走到这个地步。这件案子最大的瑕疵是什么？你们最清楚。你不应该把这个罪名扣在一个无辜的人身上。严小蛮与你无冤无仇，你何必苦苦相逼？哼！逼他的人不是我，逼他的人是你们戴家。哼！当初杨总管来求我的时候，他是个什么样的嘴脸呢？哼！你们戴家为了自己，根本就不会在乎谁会做这个替死鬼。我从头到底就配合你们，你们倒打一耙，想置我于死地。你们这个叫什么呀？叫什么呀？过河拆桥，兔死狗烹，你们卸磨杀驴呀！没关系，我认了。不过有一点，即使你真的做到了，就算你真的能让我下得了地狱，我也得拖着你，拖着你们戴家一起下地狱。朱捕头，不送了。问天哥，我早就警告过你，朱捕头会反击的，现在怎么办啊？我知道，不过他说的话，你们也不要全信。大哥，你是不是以为朱捕头只是放了狠话，不会这么做吧？朱四能当上捕头，说明他对法律的问题很清楚。他如果要拖戴家下水，就得揭发我娘的事情。如果这么一来的话，他受贿200块大洋的丑事就会被揭发出来。法律对于受贿这项罪名，恐怕要判个10几年吧。你以为他真想坐牢啊？那你的意思是说，他不会拖戴家下水？其实，这就是他和我们戴家的一种恐怖平衡，谁都不会先去揭发，否则的话，只会两败俱伤。放心吧，戴家不会有事的。可是问天哥，你说的是戴家，那你自己呢？我能有什么事啊？问天哥，你不要以为你装作若无其事就能瞒过我，其实这一切你早就算计过。你知道朱捕头不会冒着坐牢的危险采取两败俱伤的反击手段，所以戴家不会有事的。可是你也知道，朱捕头必然会揭了你的伤疤，毁了你，这些你早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大哥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啊？我真不懂。原来我以为问天哥这么做，顶多会毁了他和小蛮之间的情谊。可是现在我才懂，原来你的大哥早就准备好坐牢，早就准备好丢掉律师资格。他这么做的原因只有一个，就是为了救小蛮。为了救小蛮，你大哥早就已经豁出去了。
问天，问天！这上面说令师非常生气，要下令彻查。天儿，我认为你这招险棋玩得有点过火，难道你就不怕朱捕头要反击吗？娘，你别担心，只要咱们打赢了这场官司，朱捕头他未必能怎么样。至于那毒包子的事件，我看他提都不敢提。这个我倒是不担心，毕竟他收了我们家的钱，他现在是哑巴吃黄连。但是他也是一心想帮我们的，这样对他，我倒是有点过意不去。这个我也明白，我也不想这样。我知道你是想帮小蛮，可是，夫人，那个朱捕头的确也拿了戴家的钱，在替戴家办事。可是那笔钱只是让他封口的，又不是让他胡乱抓人来顶罪。大少爷这么做，其实是迫不得已，也是避免一错再错呀。你说的对，冬梅，我们不能一错再错，要不然付出代价的就是小蛮。天儿，恭喜你打了漂亮的一仗，娘非常欣慰。如果你亲生爹娘在世的话，看到你一定会非常高兴的。忙了一天了，你该休息了。好。夫人，你等了一天，也该休息了。是啊，等了一天，心情也折腾了一整天。不过还好，没有白等，等到了一个好消息。走吧。娘，对不起，只怕天儿要让您失望了。快打！快打！小蛮，我问你，当初才妈遭到刑求之后，有没有就医？没有，我们家没钱，看不起医生。那也就是说，根本就没有什么验伤报告。没有。小蛮，你再仔细想一下，看看有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才妈是被刑求逼供的。我说岳小姐，需要什么证据啊？有才妈跟金龙哥还不够吗？当然不够了。你怎么了？今天问天哥算是打了一个漂亮的大胜仗，可是对他自己来说，却是一场大败仗。什么意思啊？我早就猜到你会连累问天哥的，如今果然应验了。问天哥为了救你，不惜揭露巡捕房刑求逼供的事情，现在他把朱捕头给惹毛了。朱捕头要控告问天哥知情不报、窝藏逃犯的事情。等等，今天在法庭上是问天哥一直逼问我，说什么让我遭受刑求的事情。我以为想出了对付那猪头司的办法，我才说的呢。他当然想到办法了，而他的办法就是毁掉朱四，也毁掉自己。什么？你的意思是，问天哥早就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？对，你现在终于满意了吧？你终于把问天哥拖下水了。不是的，岳小姐，我要是早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，我才不会说呢。你当然不会知道，因为问天哥根本就没打算让你知道。其实你早就应该离开戴家，离开上海的，可是你偏偏就是不肯。你到底想证明什么呢？证明你是被冤枉的，证明你的弟弟妹妹是枉死的，还是你根本就是想证明问天哥是真心爱你的？小蛮，你太自私了。等到有一天问天哥被你害得丢掉律师资格，被你害得坐牢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你们两个人之间的爱情充其量就是一场悲剧。岳小姐，你怎么说我都可以，但我不是你说的这种人。能不能请你帮我通知问天哥，就说我想见他，我会想办法阻止他这样做的。如果他还是不肯，我就当众解除对他的委托，拒绝他继续为我辩护，这样可以吗？
已经太迟了。为什么？看清楚标题。这张新闻快报是我刚才在路上拿到的，现在路上人手一张。官司打到现在，朱捕头已经不可能全身而退，而他势必不会放过问天哥的。那我该怎么办？岳小姐，请你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办？我怎么做才能救问天哥呢？怎么办？你还能怎么办？你只会越帮越忙，你只会害死问天哥。事到如今，只有将官司进行到底。而这场官司打到最后的结果，只有2个：要么你被判有罪，处以死刑；要么问天哥就得跟朱捕头一起下地狱。杨叔，小芳，今晚动手，我会在他的茶里下药，等他睡熟，过了午夜，我不会锁门，你摸到他的房间，用这个，神不知，鬼不觉。事成之后，我会在后门等你。等你离开了租界，我给钱，你走人。我真不懂，杀死戴老爷对你有什么好处？你不懂的多着呢。别再问我放不放弃，也别再问我喜不喜欢小满，这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在于你怎么做。如果你真的喜欢小满，如果你真的想和他在一起的话，完全看你自己。我跟小满早就不可能了，但是你和小满这才开始。老爷，这杯安神茶是我亲手给您泡的。哦，好。爹，娘，我喜欢严小蛮，我要娶她为妻。你说什么，桃儿？我是不是听错了？你要娶严小蛮？爹，你没有听错，我喜欢她，我就要娶她。够了！你在胡扯什么？你说你喜欢严小蛮，我就觉得不可思议了。现在你还想娶她，你是疯了不成？娘，我就是喜欢她，我非娶她不可。胡扯！哪有非娶不可的？你是鬼迷心窍还是怎么了？我不能对不起小蛮吗？涛儿，你什么意思？孩子，你是什么时候
对不起严小蛮的。这种事情怎么说啊？这种事，就算再不好说，你也得把话跟爹娘说清楚。你快说呀，把我们都给急死了！你非说不可。这，男人对不起女人的事情还能有什么？我说不出口。难道是那种事？二少爷，为了慎重起见，我想再问一下，刚才您说对不起严小蛮，你的意思是你们两个已经……是啊，我们是已经……小蛮已经……对啊，他也已经……涛儿，你是说她已经怀孕了？是啊，她是怀孕了，怀了我的孩子。老爷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没事，是涛儿有事啊。涛儿，你看看你干了什么蠢事！涛儿，你是说严小蛮怀了你的孩子，怀了我们戴家的骨肉？对呀，严小蛮是怀了我的孩子，而且我就是要娶她，我非娶她不可。娘，你们要是不同意的话，我就终身不娶。涛儿，涛儿，快去看看！哎，快去！老爷，二少爷，这个结婚这种事，你可不能开玩笑啊！开玩笑？你觉得我像在开玩笑吗？可是，就算他很喜欢你，可他一直认为杀死他弟妹的就是二夫人，这世亲之仇不共戴天，他怎么会跟你？这纯属是个意外。哎，意外？对呀，你想想，这男人碰上了女人，这不就是干柴烈火吗？那天我们俩又喝了点小酒，两个人喝多了，所以这意外就发生了。哎，那他事后没有怪你啊？怪我？他干嘛要怪我啊？他多么的喜欢我呀！那既然这样的话，他那天去自首，你怎么不早说啊？我当时没有想清楚嘛。再说了，我当时也不知道他是严小蛮呢。他去自首，我也不知道。反正，总而言之，就是一切的事情我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它就已经发生了。可是二少爷，我是怕你上了他的当啊。是他对你说他怀孕了，那你怎么知道他没有骗你呢？你说什么呢，杨总管？你把我当傻瓜呀？不是，这小蛮怀孕起码是1个月以上的事儿了啊？是吗？啊，我们该查证的查证，该比对的比对，反正一样都没有少。说到这件事情上，杨总管，我还有些地方对不起你呢。这怎么说？就是当时救财妈的时候嘛，我心急呀，我把她当做我未来的丈母娘，所以对你有不敬之处，你别放在心上啊。二少爷，你真是性情中人。这件事情啊，我早就不记得了，你也别太在意啊。啊，没事。我就去安排珠儿给您放热水。好。哎呦。杨总管，老爷，二夫人，怎么样？二少爷他怎么说？哦，我问过二少爷了，二少爷说，小蛮姑娘至少怀孕1个月以上了，而且该查证的事，二少爷一样都没少，都比对过了。是吗？那丫头真的怀了戴家的种了？恐怕是如此了。这孩子居然闯出这种祸来！涛儿也真是的，哪个女孩不好，偏要去招惹那个丫头。当初她说喜欢他的时候，我还以为她是一时好玩，没想到她居然当真了。喜欢人家也就罢了，居然还让人家怀孕，这孩子真不知道该是骂他好呢，还是夸他好。老爷，您这句话什么意思？
怀了我们戴家的孩子，这可是件大事啊！可是孩子的妈是严小蛮啊！唉，所以才叫我头疼啊！如果是换了别的女人，只要不是什么伤风败俗的人，我们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把她娶进门就算了。可偏偏是严小蛮，这小蛮可是把我们戴家当成仇人呐！杨总管，你看这事情怎么办？我看，二少爷行事虽然鲁莽了些，可是木已成舟了，我们只能认了。认了？啊，这不认不行啊！戴家不能无后啊！再说二少爷脾气那么倔，日后他要是来个终身不娶，那戴家岂不是断了香火了？嗯，我也是这么认为的。老爷，您的意思是，这肚子里面的孩子是要定了？要定了。这下可好，还非得把那丫头给救出来不可了。哎，真是一场灾难。那婚事呢？难不成你非要把那丫头给娶进门？这我还拿不定主意啊。杨总管，你说呢？我觉得救严小蛮跟保住她肚子里的孩子，然后再娶进门，这是两码事吧？你是说，只要孩子，不要媳妇儿？老爷夫人，要是你们不喜欢这个媳妇，我看可以跟二少爷再商量商量。行，就这么办。小芳，小芳，小芳！老爷，杨总管，干得好，干得好啊！哎呀，老爷，刚才我去盘点仓库，我突然看见刘小芳的皮包，我这才起了疑心啊。哎呀，这否则的话，不过老爷，您可真是福大命大呀！哎，这丫头怎么溜进咱们家的？是，关键的问题就是，咱们家戒备森严，刘秘书是怎么会潜进我们家的呢？不管刘小芳是怎么潜入咱们戴家的，这都是我的不是。老爷，两位夫人，我请求辞去总管的职务，让我隐退山林吧。啊，杨总管，你不能走啊！这老爷的命是你救回来的，是不是？是啊，小梅她说的对，这个家要是少了你，那哪成啊？不错，刘秘书潜进咱们家，企图行刺老爷。是杨总管及时制止，才没有酿成大祸，这是大功一件。如果杨总管现在离开的话，我们日后怎么能够服众呢？杨总管，你一向对戴家忠心耿耿，现在除去我们家的心头大患，
我们感激你还来不及呢，怎么舍得你走了？是啊。老爷，两位夫人，你们的话，我记着，我记着。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那我好，就这样啊。不过事情到现在，唯一的遗憾就是我们没能从刘秘书的口中问出幕后的主使是谁。爹，天儿还得提醒您，如果今后您要外出的话，一定要倍加小心。我知道。问题是，究竟是什么人？他为什么非要置我于死地呢？实在是。老爷。爹，娘。涛儿，小蛮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孙子，也是咱们戴家的香火。你爹跟我都答应了，会全力救出小蛮的。娘，太好了！娘，你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同意我们结婚了？我们不同意。为什么？你不想一想，小蛮一直认为戴家就是毒害他弟妹的凶手，日后怎么跟戴家相处啊？娘，这个你就别担心了，我呀以后会跟他慢慢解释，让他释怀的。你怎么解释啊？难道你要告诉他你大娘是凶手？这件事情当然不能告诉他了，但是我会用诚意打动他的。她现在怀了我的孩子，以后嫁入我们戴家，成了咱们戴家的媳妇儿，再成了孩子的娘，这件事情她也许会看淡的。涛儿，你太天真了。娘呢，希望你往远处看，啊，以后你可以娶像样的姑娘嘛。至于小蛮，只要她把肚子里的孩子给咱们，戴家一定会给她一笔丰厚的钱，让她生活无忧。娘，这就是你的打算啊？那我告诉你，我坚决不同意。你们想要她肚子里的孩子，就必须同意我娶她。住嘴！我绝对不同意。娘，涛儿，你不要以为仗着爹娘疼你，你就可以为所欲为。我们是因为够宽大才认了肚子里的孩子，但是你绝对不能够娶那个丫头进门。小蛮是我这辈子唯一爱过的女孩，我非她不娶。涛儿，你还这么年轻，哪懂得什么叫爱？外面姑娘多的是，何必单恋一枝花呢？我告诉你，这件事呢，我跟你爹绝对不会答应。如果你真的想救小蛮的话，你就听我们的，否则你就看着那丫头受刑吧。你是拿她的性命来威胁我了？我们这是在保护你。你们不同意我娶她，我得不到你们的祝福。但是，我告诉你们，我非娶她不可！你别再吓我了，娘这回不上当了。涛儿，怎么了？你又发病了？哎呀，小梅呀，她涂白沫了，她不是装的。你看，涛儿，杨总管，快叫大夫来！二少爷发病的频率越来越高了，不是好事。目前的医疗技术对于癫痫症全然束手无策。身为他的父母亲，你们比起别的父母只会格外辛苦，还得随时准备面对他的死亡。请。天哪，涛儿才18岁啊！老天爷为什么要让他得这种病？为什么？娘，我还没死，你哭什么呀？涛儿，你醒了。涛儿，你还好吗？
没事了。爹，娘，王大夫跟你们说的话，我都听见了。我从小就知道自己时日无多，所以我从小就抱着单身主义，哪一个女人也不应该嫁给我。要是嫁给了我，她就倒霉。万一哪天我不在了，她还不得守活寡呀？桃儿，不许你这样说话。听我说完。小心，慢点。桃儿，我的确不敢有结婚的念头，因为怕耽误了别人。可是直到我遇到了小蛮，她是那么的善良，让我产生了结婚的念头。娘，小蛮要是真的愿意嫁给我，当我的妻子，为我生孩子，就算哪一天我不在了，也还能为你们留下个孙子。桃儿，别说了，别再说了。桃儿，爹答应你。你答应什么？你不是要娶她吗？你就娶吧。真的吗？老爷，您真的答应了？不答应，要是这孩子跟我们闹起别扭来，断了咱们家的香火，我可是承担不起呀。可是，好了，别可是了，就当做养儿子是来讨债的，咱们前辈子欠他的债。桃儿，爹再说一次，听清楚，爹答应你了。爹，这可是你说的，不是我逼你的。小蛮，我说二少爷，这又不是什么好地方，你怎么3天2头往这儿跑？我觉得不会啊，风景如画的，要不是出入不方便，还挺适合约会的。你信不信再贫我掉头走人啊？好了，别生气了嘛。我这一次过来找你，是有正经的事要告诉你。我已经有救你的办法了。对啊，不只可以救你，而且还可以救我大哥。真的？真的，但是你必须要配合我一下。你说，下回在法庭上的时候，你继续翻供，说那口供都不是真的，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情，不能说出猪捕头行囚的事情。为什么？哎呦，你就别问那么多了，这种事情交给我来办就行。可是岳小姐上次跟我说了，她说这样做已经来不及了，因为我已经把猪头4给惹毛了。她不仅不会放过我，而且不会放过你大哥，所以我不明白，为什么你说能救我呢？反正你不要问那么多了，我们跟猪捕头之间是有些交换条件的。什么交换条件啊？你不再指控他行囚，来换取他推翻你的口供。二少爷，难道你要去找猪头4？我哪有那个分量？猪头4那边我娘会打点好的，你听话点就行了。你娘都快恨死我了，她干嘛要帮我？哎，你就别管那么多了，反正你就按照我说的去做，这样才能救你一条命。
不，二少爷，我觉得你一定有所隐瞒，到底有什么事情？快说！不说是吧？好，那麻烦你回去告诉你娘，她的好意我心领了，我严小蛮的生死与她无关。哼！哎，好，我说。其实，不止我娘想救你，我爹他也想救你。因为我跟他们说什么？小蛮，我说了你可不能骂我。哎，我不骂你，说吧。那你先答应我不骂我。我答应你不骂你，快说。我说，我想娶你。啊！我其实不想在这种地方说的，在这种地方求婚感觉怪怪的。求什么婚？谁要跟你结婚？见你个大头鬼啊！那说好不能骂人的嘛。戴君涛，你个卑鄙小人！我明明说了我们之间不可能的，你偏偏……哦，我明白了，你想趁人之危逼我就范。哎，你又误会了，小姐，我是为了救你好不好啊？我娘跟法官熟，跟朱捕头熟，跟领事大人也熟。我要不说娶你当媳妇儿，她怎么会救你呢？得，那就更奇怪了。你说你娘想救我，我本身已经半信半疑了。你现在又说你娘想认我当媳妇，那我就更觉得不可思议了。你娘跟我当她是眼中钉，她当我是仇人。我现在这么惨，她不落井下石，我已经谢天谢地了。你还说她想救我？你们之间肯定有什么阴谋，快告诉我！好，我说。小蛮，其实你说的没有错，我娘她是不可能认你当媳妇的。可是什么？可是只有一种情况是例外的。什么情况？我其实就是耍了一点小的诡计，撒了一个无伤大雅的小谎，就说有人怀孕了。谁怀孕了？你。我？你说我怀孕了？对啊，你还怀了我的孩子。什么跟什么嘛你？对，我爹娘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，跟你反应是一样，都吓坏了。戴君涛，你小蛮，你听我说呀，我不这么做的话，我娘怎么会救你呢？放开！戴君涛，谁让你们救我了？我才不稀罕呢！你这个混蛋，竟然坏我名节！哎呦，小蛮，你先听我说呀，你别忘了，我不止为了救你，还为了救我大哥。如果我娘不出面的话，别说你们这场官司打不赢了，连我大哥也岌岌可危。只可惜我跟你大哥都是靠自己的本事，谁稀罕你们的关系啊？这个我知道，但是你们也应该清楚，这场官司你们根本就赢不了了。我不想眼睁睁地看着你走上绞刑台，也不想看着我大哥丢掉律师资格，甚至坐牢。那你也不应该撒这样的谎来败坏我的名节呀！我做这些都是为了你好，不管你怎么骂我都行，只要不打我。是吗？对。哎呀！戴君涛，我打得你四脚朝天，五体投地，我打你个乌龟王八蛋！哎呀！不要跑！别打了！站住！站住！戴君涛，我警告你，你休想我嫁给你！我非娶到你不可！四君涛，哼！四君涛，朱大人，您辛苦了。二夫人，我这2天的心情，又岂能是辛苦2字就可以形容的呀？哼，刘小芳终于自食恶果。说起来，朱大人是功不可没，可怎么还愁眉苦脸的？刘小芳这件事，我当然是应该开心。可是二夫人，这2天小的都快被大少爷给逼疯了，这有这样的心情吗？您说的我完全理解，所以老爷特地要我来这一趟，给您致意致歉，并且慰劳慰劳。
顺便想跟您谈一笔交易。什么交易啊？什么交易啊？为了表达我的诚意呢，这个笔录、日志、账户的银行资料，全都先还给你。二夫人，您的意思是？很简单，打消严小蛮的口供，免了他的罪行。这个办不到。如果是其他的还可以商量，你让我现在推翻我的口供，那我不是证实了他们的指控吗？啊，这个叫我承认之前就是刑讯逼供，那我这个位子都保不住了。这我自己拆自己台，办不到。二夫人，您这什么意思啊？哼，只要您答应，这箱子里的东西都是您的。500现大洋。500现大洋。朱大人，其实有一个办法，既可以推翻口供，又可以保住你的名声。什么办法？就说是严小蛮自行翻供，因其弟妹诈死，他自责过深，神经恍惚，这才承认自己下毒。朱大人只要顺应了他的说法，证实他当时确实是哀伤过度，神志恍惚，这样供词不就推翻了吗？可是这件事情已经闹上了法庭，就算我肯改口这么说，这法官大人会采信吗？啊？哼，法院的事情一码归一码，您就别费心了。二夫人，您，明白了。我说朱大人啊，这官司如果继续打下去，势必会两败俱伤，不如您就收下吧。啊，咱们各退一步，各谋其利。哎呀，二夫人，就算小的愿意拿，可是严小蛮，他会同意吗？这个丫头，她可是刁蛮成性啊，而且倔得很。她要是不答应的话，这不还是白搭吗？这个您放心，严小蛮那边我会说服他的，让他配合我们的计划。至于你所遇到的难题呢，我们会设法帮你解决。我会在领事大人面前打招呼的，就说你这回纯粹是虎落平阳，刑求逼供的事呢，纯属子虚乌有。当然了，我会在他面前帮你美言几句，我就说你是我见过的最优秀的捕头。真的啊？当然是真的。这就太好了。既然二夫人这么爽快，那我也就勉为其难吧。啊，不过小的还有一个要求。什么要求？就是请夫人回去之后，一定要好好的教育大少爷，让他不要在庭上指控我。要是我丢了这个捕头的话，我还要这500大洋有什么用啊？哼，这个您放心，问天的事情我来负责解决。还要他当面道歉，还我的清白。行，就这么说定了。一言为定。大胆军涛，我现在就给你一个道歉的机会，但是麻烦你千万不要说错半个字，否则我就立刻杀了你。就算外面那些巡捕要阻止我，我有一天出了狱也要杀了你。就算我被判了绞刑，有一天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好，现在立刻马上给我道歉。道歉？好，我向你道歉，而且非常诚挚地向你道歉。可是，请你先看看这个。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是房地产同业工会的邀请函，工会理事长那天邀请我娘参加茶会，而且特别安排她以贵宾的身份致辞，这在邀请函上写得很清楚的。你跟我说这个干嘛？你先看一下，
看看这上面的日期，5月3日。小蛮啊，我知道这与你弟弟妹妹发生不幸是同一天，但是那天我是跟我娘一起去参加这场茶会的，当时在场的有236人，236个人都可以成为我娘当时不在场的证据，所以我娘她真的不是凶手。小蛮，你在自首的那一天，才妈指着我说我娘是凶手，我当时差点也就相信了。可是直到最近，我调查了你弟弟妹妹出事的时间，我才想起来这场茶会和这张邀请函，所以我娘她真的不是凶手。可是我弟弟妹妹不可能骗我呀，他们明明告诉我了，就是代驾的2个女人给他们吃的包子。好，那他们有没有跟你指名道姓的说是谁给的呢？他们没说，但肯定就是二夫人。哎，小蛮，你就想一想，你弟弟妹妹去戴家就是冲着我娘去的，难道他们会不认识我娘吗？他们当然认识二夫人了，怎么了？既然认识我娘，他们为什么不直接说是我娘给的呢？小蛮，我知道你失去弟弟妹妹的痛苦，不是我们这些外人所能够体会的，但是你应该仔细的想一想，你现在是在痛苦的当下非常慌乱，已导致了你判断失准。你今天来就是想跟我说这些啊？对啊，我就是要跟你说这些，而且我想跟你说的就是，你弟弟妹妹既然已经说了毒包子是我们戴家给的，那你是不是应该想方设法的活下去，回到我们戴家，调查出来真正的杀人凶手是谁呀？你休想用这种理由骗我上当。那好啊，如果这些理由都不能说服你的话，那么戴问天。戴问天3个字能不能作为充分的理由呢？什么意思啊？隔墙有耳。你要是不生气，还想继续知道的话，那我就告诉你，请。二夫人。问天，二娘，怎么看得我很意外吗？小霞，倒杯咖啡。哎，天儿，我今天来是为了严小蛮的案子。如果你真的想救那个丫头的话，你就得收敛一点，不要老是揭猪捕头的疮疤，别到时候救人不成，反而把事情越闹越大。二娘，现在只有指控猪捕头行求，才能让小蛮的那份口供失去证据力。天儿是在救人，而不是在闹事。是吗？那你告诉我，你们确实有猪捕头行求的证据吗？还有，你们要花多少时间去搜集证据？1天、1个星期、1个月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是不是过2天就要2度开庭了？你们有十足的把握吗？我知道你们2个很认真、很努力，不过这个事情不是只有这样才能解决的，所以二娘还是希望你们能接受我的建议，敞开心胸，让这个案子赶快了结吧。二娘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哼，很简单，你们所谓的正义在上海滩是一文不值。这样吧，我会动用我的所有关系，还严小蛮个清白。二娘，您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是我想要的是给小蛮一个真正的清白。如果您动用您的特权进行游说，那么即使小蛮获判无罪，可这份清白也是不完整的。唉，天儿，我知道你们有理想，可是理想呢不能当饭吃啊，而且也不能还严小蛮清白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等不及。天儿，你知道吗？小蛮怀了戴家的骨肉，就是你弟弟的孩子，所以我不能冒这个风险，你明白了吗？二娘，你说什么？嗨，我说什么你心里够清楚了吧？小蛮成为我们的媳妇，那就是戴家的媳妇，所以以后小蛮的案子由我来管。哎，这可不是我的意思，是你爹的意思。以后小蛮的事就是我的事，我只要你做一件非常简单的事，那就是跟朱捕头公开道歉。啊，我话说完了，
接下来该怎么做，你自己看吧。问天哥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二夫人说小蛮怀了君涛的孩子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除非什么？除非这是君涛的主意。君涛？对，一定是君涛的主意。小蛮，我想跟你说，我大哥那边的情况你也是知道的。这场官司没有最后的赢家，极有可能毁了我大哥，毁了朱捕头，同时也毁了你。让朱捕头丢了官，让我大哥去坐牢，而你的结局就是死刑。我相信，这种情况，你是不想看到的。你既然不想看到这样的情况，那么只有我娘才能力挽狂澜。但是你也知道，她不喜欢你，也不喜欢我大哥，她绝不会帮你们的。除非我骗她，你肚子里怀了我的孩子。我不想听，我不想听。你毁了我的名节，就算法院还我清白，又有什么用啊？小蛮，你听我说，我从来不占别人的便宜。更何况，我知道你不是那么的喜欢我，我也不会自取其辱，非娶你不可。我是真的想帮你，也想帮我大哥。可是如果你拒绝了我，那我谁都帮不了。说了这么多，你就是想趁人之危，让我嫁给你啊？对，我就是要你嫁给我。可是我绝对不是趁人之危，我不想看到你死，真的不想。你可以把这场婚姻当做一个权宜之计，往后，不管是你想要悔婚，或者是想要离婚，我都不会为难你。简单说，这是一场假结婚。假结婚？这是离婚协议书，我已经在上面签了名，盖了章。只要你答应我，我现在就可以给你。意思就是说，你嫁进戴家以后，仍然是自由身，你随时都可以离开，也随时都可以拿出这张离婚协议书来证明这场婚姻是无效的。小蛮，就算你不答应这场婚姻，我也一样还是会救你。我会等，一直等，等到你答应了为止。但是现在，你务必要把我的话听进去。也许你现在不是那么在乎自己的生死，但是如果你爱我大哥的话，你一定要想方设法去救他。你要救他，这是唯一的出路。可是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没有为什么。一个是我敬爱的大哥，一个是我心爱的女人，我只能这么做。我先走了，你自己好好想想。小蛮，听说君涛向你求婚了，是真的吗？你听谁说的？我是听二夫人说的，所以不会有错的。那问天哥也知道了？
问天哥知道了，而且他一下子就猜出这一定是君涛的主意。君涛骗了他爹娘，目的就是为了救你。问天哥猜的没错吧？哎呀，是啊是啊，是那个二少爷的馊主意。但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，可能是我当初一棒子打在他的脑袋上，他到现在神志还没清醒。那你怎么回答他的呢？你答应他的求婚了吗？没有，我怎么会答应他？小蛮，你应该答应君涛的求婚。啊，事到如今，只有寻求法律以外的手段，才能让你全身而退。这不只是在救你，也是在救问天哥。我真的很担心问天，可是我却无能为力。现在只有求你了，小蛮。问天哥为你做了那么多，你却没有回馈给他什么。现在是你唯一的机会了，小蛮，答应我，答应君涛的求婚，好吗？大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俊涛，听说你要娶小蛮，小蛮还怀孕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娘这么快就跟你说了？你老实回答我，这是不是你编出来的谎言？你为了让二娘救小蛮，所以才会编出这个谎言，说小蛮已经怀了你的孩子，是吗？大哥英明，一猜就中。你怎么可以这样？小蛮已经是这种情况了，你还编造出这样的谎言来污蔑她？你以为这么做就能帮小蛮洗刷冤屈了吗？你知道吗？你即便动用了二娘的特权救了她，她还是得不到她应有的清白。你以为你这样是帮她，其实你是在羞辱她。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可以救小蛮吗？后天就要再度开庭了，朱捕头刑求逼供的证据到现在还没有找到，难道你要我眼睁睁看着小蛮被判死罪吗？大哥，如果你的法律走得通的话，我不至于走这一步。可是法律偏偏保护的不是像小蛮这样无辜善良的人，保护的是像咱们戴家这样的名门望族。要不是那样的话，关在里面的不应该是小蛮，而是大娘。大哥，我知道你的心态跟我是一样的，都想保护大娘。可是正是因为如此，你无法真正面对自己的对手，所以你就只能围绕着小蛮无罪进行辩护。你明知道要赔上自己，也要将这场明知必败的战斗进行到底。你要牺牲你自己。大哥，我是想救你，我是想救你呀！你如果想救我，就不要用这样的方法。不，你爱小蛮，我也深爱着她。你想要救她，我也想要救她。大哥，就你刚刚的态度，让我非常怀疑你的心态。你什么意思？你应该自己想清楚，到底是因为什么而来找我的？你是因为我的作为羞辱了小蛮呢，还是你跟我一样深爱着小蛮，所以产生了妒忌，产生了愤怒？如果是前者的话，那我不劳您过问了。就算我要挨骂，也是挨小蛮的骂，不是你。如果是后者的话，那你应该扪心自问。你问问你自己，你到底爱不爱他？你要是爱他的话，你现在应该想尽一切办法让他活下去。大哥，现在有什么比小蛮的生命更可贵的呢？你那点愤怒，你那点妒忌算得了什么？哼，我这个空头丈夫又算得了什么？空头丈夫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一场假的结婚。小蛮就算嫁给我，她还是自由的，随时都可以离开。
大哥，我知道他喜欢的人是你，可是我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？我救他一命，却要眼睁睁地看着你们2个人互相喜欢，你让我作何感想？可是我不管，我就是要让他活下去，不管他爱不爱我，我爱他。大哥，如果你还想质疑我的话，那么我奉劝你一句，你先回头检查检查你自己。你的爱从一开始就充满着欺骗和伪善，你根本就没有资格在我面前谈爱情这一回事，更没有资格赢得小蛮的爱。你说的对，我没有资格爱小蛮，也没有资格怪你，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爱小蛮，我也深爱着他。你想要救他，我也想要救他。你要是爱他的话，你现在应该想尽一切办法让他活下去。如果你还想质疑我的话，那我奉劝你一句，你应该回头好好的检查检查你自己。你的爱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欺骗和伪善。根本就没有资格在我面前谈爱情这一回事，你更没有资格赢得小蛮的爱。我真的很担心问天，可是我却无能为力，现在只有求你了，小蛮。问天哥为你做了那么多，你却没有回馈给他什么，现在是你唯一的机会了。小蛮，答应我，答应君涛的求婚，好吗？也许你现在不是那么在乎你自己的生死，但如果你真的爱我大哥，你一定要想方设法去救他。你要救他，这是唯一的出路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没有为什么。一个是我敬爱的大哥，一个是我心爱的女人。那么我也想替我自己说上几句话。我不希望你去，是因为我喜欢你。君涛是我弟弟，从小到大我对他都有求必应，无论是吃的、喝的、玩的，我都会让着他。所以只要是他提出的要求，我都会答应。可是我必须请你去，因为我是君涛的大哥。这样说你明白了吗？老爷，您找我有事吗？啊，夫人，坐。我有要紧的事要跟你商量商量。看您愁眉苦脸的，有什么重要的事吗？涛儿要娶媳妇了。啊，这是好事啊！涛儿一向醉心艺术，浪漫不羁，
娶个媳妇儿还能收收他的心，有什么可担心的？唉，你可知道，他要娶的是谁呀？就是小蛮呐。这怎么会呢？唉，我长话短说吧。小蛮怀了涛儿的孩子。这怎么可能？我跟小梅都不同意，但是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，我们也只能被迫接受啊。这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这么说，小蛮怀了戴家的孩子？是啊，哎，我都快被烦死了。所以我们必须救小蛮，救他就等于救咱们自己。既然姐姐救不了小蛮，就由我来吧。哼，姐姐不是常取笑我是一个只懂得交际的花蝴蝶，可这个时候呢，姐姐一向的大智大慧，怎么就派不上用场了？哼，我想只有我这个毫无智慧的花蝴蝶，才能救小蛮一命，也能救天儿一命。你在说什么？天儿没告诉你吗？天儿告诉我什么？还真奇怪了，他是怕你生气，还是怕你担心？这么大的事情都不告诉你。哎，我告诉你吧，周捕头打算反击了，就因为天儿他知道小蛮一直藏在我们家里，所以他想反咬一口，就说天儿知情不报，窝藏要犯。到时候恐怕天儿的律师资格会不保，还要受牢狱之灾呢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我说的句句属实。周捕头已经向天儿撂下狠话，当时涛儿也在场，不信你可以问问他。老爷，天儿是在为戴家赎罪，我们不能连累他。姐姐，你搞错了，天儿为的只有你一个人。小梅，你就少说两句吧。行，我不说了，但有些事情我必须说清楚。姐姐，小蛮是你的丫鬟，天儿是你的儿子，这两个人的命你都救不了。所以呢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就要让你知道你妹子的度量有多大。你救不了的这两个人，我都帮你扛下来。夫人，小梅的脾气你是知道的，那些不中听的话，你就当作没听见啊。唉，你的委屈我都清楚，她哪里知道，你是为了我扛下了这一切。夫人，您真的要出手救严小蛮吗？能不救吗？小蛮肚子里的孩子就是我的武器。哼，等到那个孩子生下来之后，看我姐姐在戴家还有什么地位。那夫人真的要让二少爷娶严小蛮为妻啊？哼，难不成你还有更好的办法？怎么了？小的只是怕，一旦小蛮成了少奶奶，会回过头来把小的给整死的。那丫头啊，早就把我整得快喘不过气来了，现在又要当我的媳妇，我都还没想到怎么对付她，你反而都担心起你自己来了。早知道就应该对小蛮好一点了。哼，你放心，有我当你靠山，那个丫头再怎么刁蛮，亮她也不敢骑到我头上来。再说她儿就是娶了她，我一样可以休了她。夫人，这参茶您趁热喝了吧。冬梅啊，我真是没想到，涛儿要娶小蛮为妻，而且小蛮的肚子里面已经有了涛儿的骨肉。可是，在我的印象当中，小蛮对二少爷一直没有什么好感，他怎么可能接受二少爷还怀了他的孩子？
你说二少爷有必要撒谎吗？这我也不知道，这一切太不可思议了。如果两个人两情相悦，能够结婚，那我们是没什么可以反对的。而且，小蛮能够嫁到戴家，我也会替她高兴。可她要成了那个女人的儿媳妇儿，我真担心时间长了，她一定会与我为敌。那样的话，我会不开心。很不开心。冬梅夫人，替我找人备车。夫人是要去哪儿？天儿这孩子是怕我担心，所以才隐瞒实情。我以为他真的能够打赢这场官司，看来我太大意了。这个时候，我只能去找郭市长了。夫人是要请市长出面救大少爷跟小蛮？就算小蛮有一天会离我远去，跟我反目成仇，可是我还是要去救他。严小蛮这个案子我听说了，但是这个案子它是在法租界，属于法国人的，享有治外法权。这种法律案件处理起来非常棘手的。难道一点办法都没有吗？夫人，这严小蛮跟您什么关系啊？还是跟戴家有什么关系？要不然素昧平生，夫人怎么会帮他呢？其实是涛儿的关系。二少爷？对，严小蛮跟涛儿就快要成亲了，而且他肚子里面已经有了戴家的骨肉。哦，我明白了。夫人，我跟那个承办法官还有些私交，能够说上几句话。如果您能够跟法官说得上话，那真是太好了。我先谢谢您了。哎呀，跟我还那么客气干嘛呢？只是，那个法官啊，他不愿意见我。哎呀，走，进去看看，走，进去看看。找地方坐。哎呀，我们来坐这，坐这，快，来坐这，来，好，来坐这，小马坐。一会儿小蛮就站那儿。对。小蛮呢？马上就要开庭了，心情还好吗？还好。你呢？这场官司，我一点把握都没有。我知道，所以我已经决定了，要嫁给君涛。小蛮，你答应君涛了？我想答应，只差没有告诉他。为什么？是为了我吗？你是为了我才让步的吗？不是的，我是为了我自己。我本来以为我可以坦然面对死亡，但是现在我害怕了，我退缩了。不，
这不是真正的理由。你是不是跟他说了些什么？不，我没有。问天哥，这跟岳小姐没有关系，一切都是我自己的决定。我怕死，而且我也不想在失去弟弟妹妹以后，再让我爹娘白发人送黑发人。不，你在说谎。那你呢？你不是也在说谎吗？猪头四打算毁了你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好了，问天，不用解释了。面对谎言，不差你我两个。但是起码我知道，这两个谎言跟其他的不一样，因为他们既让我们失去了彼此，又让我们拥有彼此，不是吗？问天，别问那么多了。就像君涛说的，事到如今，这是唯一的路。所以，你我之间的谎言，我们谁也不要去动它。就让它保持原样吧，好吗？戴律师，朱捕头，快要开庭了，这里应该不是你要来的地方吧？哼，我只说几句话，说完我就走。千万别忘了，今天你们必须在法庭之上撤销对我的指控，而且你必须跟我公开道歉，否则休想让我推翻对他的口供。怎么不说话呀？你哑巴了？这便宜都让你占尽了，你还不甘心呐？哼！今天的官司，一旦你要是赢了，人人都会夸你是位正直有为的大律师。可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你心里最清楚。要不是二夫人她为你私下奔走请托，你哪来的胜利呀？哼！年轻人，终于想清楚了吧？你想要的正义，还抵不过一个女人的2、3句话。小子，只要你开口道歉，咱们就往事如烟了。为什么朱头四要问天公开道歉？我们不是已经决定撤销指控了吗？这样还不够吗？当然不够，他吃定了二夫人，吃定了戴家，更吃定了问天哥。可他明明行求了，明明非法逼供，为什么要问天道歉？小蛮，你还不明白吗？他这么做就是摆明了要羞辱问天哥。不，这不是羞辱，而是我罪有应得。就算他存心羞辱，我也要去面对。问天哥，为什么说罪有应得？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别问了，反正我希望这件事情能够尽快落幕。小蛮，谢谢，你终于做出了一个明智的选择。戴律师，今天主要针对被告的口供进行申辩，
怎么样？你是不是已经找到证据，足以证明巡捕房刑求逼供？庭上，到目前为止，我依然相信我的当事人严小蛮是无辜的，而且那份口供的内容的确不足为信。不过我在此要郑重地向巡捕房以及朱捕头道歉。因为关于非法逼供的指控其实是场误会，实际上根本没有这回事。怎么会这样？他怎么回事啊？大少爷怎么会说这种话呀？我也不知道啊，说不定是大少爷的什么策略啊！安静，安静！戴律师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严小蛮，刚才戴律师说的代表你的意思吗？是的，戴律师所说的，的确能代表我的意思。胡说八道！上次开庭的时候，戴律师传唤的那些证人，不都是指控巡捕房刑求？难道他们的指证都不算数？庭上，在此我还要代表那些证人们向庭上致歉，因为他们纯粹是为了保护我的当事人，所以才对巡捕房做了些稍许夸张的指控，再次请庭上见谅。你们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在我的法庭上撒谎！戴文天，你身为专业律师，难道不知道你们的行为已经涉及伪证、诬告，而且是藐视法庭？好了，到你了。庭上，针对此事，朱捕头想表达一下他的立场。说。庭上，身为一个警务人员，我向来是秉公办案，从不诬陷他人。这一次，虽然我蒙受了巨大的打击，但是我问心无愧呀。幸好，现在严小蛮同他的辩护人已经还我清白。这虽然是一个迟来的正义，但是我勉强接受。至于戴律师，毕竟他还年轻啊，我也不想过多的计较。对于他刚才的道歉，我也同样的勉强接受。朱捕头，你说的这些什么意思？庭上，自从上次开庭之后，我为求慎重，又再次询问了被告，结果有了一个新的发现。经过我锲而不舍的深入调查，我赫然发现，被告严小蛮虽然在之前的供词里对毒害其弟妹供述供认不讳，其实这只是对他的弟妹之死自责过深，因此一时恍神儿，才做出了将罪责揽到自己身上这样的选择。其实严小蛮并不是凶手。这不是凶手啊！这是坏了！哎呀，太好了！不是凶手！肃静，肃静！既然这样，在被告的家中提出的那包砒霜怎么回事？咱们家怎么会有砒霜呢？怎么会？猪头死栽赃的吗？那包砒霜的确是严家所有。可是经过小的调查，结果发现，诚如他养父母严进才夫妇所言，那包药是用来毒杀老鼠的。胡扯！今天就算翻供，但基于事证与法理的判断，本庭未必同意。本庭宣布，辩论庭到此结束，休庭半小时。半小时后，本庭即将进行宣判。哎呀，怎么了？哎呀，对，这怎么办呢？不肯采信法官大人朱头是不是生气了？如此一来，他怎么能不就有麻烦了吗？对呀，怎么办？结果很不乐观，对吗？
我会死吗？当然不会。你还真会安慰人。仗还没打完呢，打起精神来。告诉我，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结果？如果官司赢了，我就必须履行承诺；如果官司输了，我就不用勉强自己；如果赢了，我就会失去你；如果输了，至少我可以短暂的拥有你。所以，我希望会输。那你呢？你希望的结果是什么样的？我希望你获判无罪，你活着才是最重要的。为什么？如果那样的话，我就变成君涛的妻子了。因为我爱你。可是我却再也不能爱你了。没关系，哪怕你成为君涛的妻子，成为我的弟妹，只要我能看到你好好的活着，我就开心快乐了。领事大人，你怎么来了？冒昧打扰，尚皮耶法官，我那张纸你应该收到了吧？这两位就是戴家的二夫人和二少爷，他们是特地过来向你致敬的。法官大人您好。领事大人，司法独立的原则，你比谁应该都明白。本席才不管你跟戴家到底是什么关系，也不管你们在台面下究竟是什么交易。今天，嫌犯严小满只能有一个判决，就是唯一死刑。我正在写判决文，失陪了。领事大人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二夫人，抱歉，我恐怕帮不上忙了。被告严小满涉嫌以毒孢子致弟妹于死，也经被告坦诚不讳，犯罪细节并已详录于口供。本庭以为，理当处以极刑，借以匡正社会风气，为被告及其辩护人推翻前供。巡捕方亦认为前供不足采信，故而本庭宣判被告严小满无罪，并且当庭释放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严小满没事了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严小满没事了，严小满没事了！
恭喜我什么？恭喜我重获新生，还是恭喜我再也不能爱你了？这真是太好了！小蛮终于无罪释放了，总算天日了！是啊，恭喜啊，二少奶奶！二少奶奶，你为什么叫我们家小蛮二少奶奶啊？哎，朱德四，这官司打完了，你哪那么多废话？我警告你啊，以后离我们家小蛮远点，听见没有？应该是我警告你才对吧？啊，以后在街上碰到的日子还多着呢。你还有你，都给我小心了！你哪那么多话？再让我见到你，我打得你满地找牙！好汉不跟狗斗！混话！谁理你这狗东西？哎，就是，谁骂谁呀？回家了啊！走，回家了！走，回家了，回家了。虽然打赢了官司，却是一场不光彩的胜利。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，可是小蛮没事了，不是吗？小霞，你能告诉我，到底为什么你会帮助小蛮？你错了，我不是在帮他，而是在帮你。我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我还在等你，而且我相信，我一定会等到你的。大哥，恭喜恭喜啊！当上律师第一场官司就打了个漂亮的胜仗，以后当上大律师了，可别忘了你弟弟我呀！哼，涛儿，你就别做作了，你明知道这官司是谁打赢的。娘，哎呀，你别说了。啊，这场面话你说说就算了，今天这场官司会打赢，还不是因为……我知道，今天之所以能打赢这场官司，完全是因为二娘从中斡旋，这一切都是您的功劳。或许二娘除了掌管戴家的地产之外，还可以开家法院呢。这什么态度？要不是我四处奔走，哪有这样圆满的结果？还不是他感谢我？要是没有我，他以为他会打赢这场官司？娘，够了，不要说了。哼，他以为打赢这场官司他就没事了。这什么意思啊？我唯一想救的是我未来的媳妇。既然问天还不懂得讨好我，那么他涉嫌教唆、伪证、诬告、藐视法庭这3项罪名，你以为他逃得过？郭市长，戴夫人。法官大人，辛苦你了。郭市长，被告已经无罪开释。郭市长，请你放心。上皮耶法官，你辛苦了啊！既然你保住了戴家的命脉，那你远在巴黎的太太、孩子，一定还会认为你是个好丈夫、好父亲。啊！谢谢。哎呀，小蛮回来了！回来了！对呀，我回来了！是啊，谢谢啊！你好，我回来了。听说你官司打赢了，是吧？对呀。哎，谢谢啊，都是托了各位的福啊！小蛮终于没事了啊！是啊，当初我们灰头土脸的出门，今天总算风风光光的回家了。晚上啊，我摆2桌菜，大家一定要来吃啊！一定要吃啊！一定要吃！走，回见啊！哎呀，太好了！是。回家的感觉真好。豆豆毛毛，豆豆毛毛呢？哎呦，这阵子啊，那2个小鬼呀，都跟我住在尤叔那儿呢。待会儿啊，叫你尤叔把他们接回来好了。哎，对了，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那个猪头4突然改口翻供了？哎，还有啊，
我到底有没有听错呀？还是有没有？是啊，我也听见了。小蛮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彩妈，其实这场官司完全是戴家动用关系，女儿才会被判无罪的。这本来呢，这场官司是很难获胜的。大少爷本来想请你们出庭作证，做最后一搏，可是没想到这样，反而激怒了那个猪头四。总之，大少爷为了救我，差点毁了自己。啊，有这种事啊？那他怎么办呢？这大少爷可是咱们家大恩人呐，这万一得罪他的话呢？那我们不是对不起他了吗？所以我就接受二少爷的提议，请二夫人出面说话。哦，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！可是这二夫人不是一向讨厌咱们母女俩吗？她为什么突然肯帮你呢？因为什么？丫头，你快说呀！因为二少爷跟他妈说，他要娶我。啊！而且二少爷还说我怀了他的孩子啊！什么？既然小蛮没事了，接下来就可以筹办婚礼了。难道你不担心，一旦小蛮进入了戴家，他迟早会知道事情的真相吗？我当然担心，我只有祈求上苍，永远不要让小蛮知道这个真相。我也希望如此。这真是造化弄人呐！我们犯了这么大的一个错误，一直在找赎罪的机会，找了好久，都找不到他。没想到这么一转身，他居然就到了我们的眼前，而且还做了我们的媳妇。如果真的是造化弄人，希望不要再有第二次了。那样的话，我真的受不住了。我有没有听错呀？你怀了二少爷的孩子？哎呀，当然不是真的啦，彩妈。我当时听到的时候，我恨不得杀了他。可是我一想到他确实是为了救我，还可以替大少爷翻供，我就忍了。哎呦，你玩笑开大了！这小蛮呐，你自己到底是怎么想的？难道你真的要嫁给那个二少爷？不，我才不要呢！哼，我才不要嫁给他。可是什么？好了，彩妈，其实我已经想清楚了。反正呢，我已经被宣判无罪了，大不了离开上海滩，让那个二少爷自己去解释。可是我了解二夫人的脾气，她知道我们在骗她的话，她就算不能整我，因为我已经被宣判无罪了嘛。但是彩妈、金龙哥还有徐伯、尤叔，她通通不会放过，她会说你们做伪证、诬告，还有藐视法庭。总而言之，如果我走的话，就是害了你们大家。哎呀，话是没错了，不过你万一走的话呢，就是忘恩负义。可是如果你不走的话呢，那不是非要嫁给那个二少爷不可了。彩妈，对不起，女儿是自作主张，请你原谅我吧。哎呀，小蛮呐，这件事情啊，非同小可哎，你可要仔细的好好想一想啊。我已经想了无数遍了，真的没有其他办法。不过还好，算那个二少爷他是个君子，他已经声明了，说这是一场假结婚。他连离婚协议书都签好了，所以啊，我想离开戴家的话，随时都可以离开。话是没错了，这二少爷呀是不错了，不过万一你嫁给他的话，那不就变成二夫人的媳妇了？哎呀，就是啊，二夫人的为人你比谁都清楚，尤其她极有可能就是害死小雷、小玉的凶手。不会的，彩妈、金龙哥，其实这件事情已经查清楚了，二夫人真的不是杀害小雷、小玉的凶手。
大夫人，这阵子戴家的事儿虽然挺多的，不过有些事儿挺顺的，比如说小蛮的官司赢了，再比如说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二夫人也算是尽职尽责，把一些文件交给了朱捕头，这样朱捕头才放过了小蛮，也算是放过了大少爷了。杨总管，你是说二夫人把一些资料交给了朱捕头？文件的内容我不太清楚，不过我知道朱捕头很重视。啊，那些资料是什么样子的？文件好像是一个小册子，有那么几页纸。怎么了，大夫人？啊，没什么，随便问问。啊，那没别的事儿，我先下去忙了。哎。夫人，那个文件不就是……听起来好像是的。真是太奇怪了，难道二夫人为了救大少爷跟小蛮，真的愿意交出那些文件？哼，她才不是那种人呢。理由说不定很简单，她能把那份文件交出去，说明已经用不着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小蛮怀了戴家的长孙，怀了戴家今后的主人。他要保护的人不是天儿和小蛮，而是那个肚子里面的孩子。冬梅，你懂吗？那么多年来，他一直想要架空我，取代我的位置，却一直没有得逞。而现在，他终于找到可以对付我的人了。一是肚子里面的长孙，二也许就是那个小蛮。多喝两杯啊！我来给你们满上啊！好，你来，大家多吃一点啊！尽量多吃，尽量多吃啊！来吃菜。太妈，小蛮，你们两个忙归忙，可也不能失礼呀！来，跟大家喝几杯啊！谢谢，谢谢！大家把杯子端起来啊，端起来，多喝几杯！来，大家安静下来啊！我来简单说两句。今天呢，我们大家聚在一起，就是为了两件事。第一啊，我们要庆祝小蛮洗清冤情，无罪释放。这第二呢，就是恭喜他们一家人终于回到老家，和大伙儿又能做邻居了。谢谢大家的帮忙，谢谢大家。徐伯、小游、金龙，谢谢你们！我们母女啊，不知道何德何能接受大家的帮忙啊！谢谢你们！我现在内心不知道有什么样的感受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呀！不知道说什么就别说了，我们也不爱听。对，喝酒，喝酒，喝！我连干3杯啊！来，干！来，给我！好，来，少喝点菜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我们还是去上菜吧。好，大家先吃，慢慢吃啊，慢慢吃。你先忙，你们忙着啊。好，我先去上菜了。大家吃，多喝几杯，我来找一个。别吃菜了。哎呀，小蛮，你把馒头拿出去给大家吃啊。我呢，再烧几道菜。小蛮，怎么了？我问你个事儿，你怎么嫁给二少爷了？你不是喜欢大少爷吗？别说了，金龙哥。金龙，你说什么？你说小蛮喜欢大少爷？没有。说，太妈，你闭嘴！你说不说？小蛮是喜欢大少爷没错，大少爷也喜欢他。小蛮，小蛮，你说金龙说的都是真的吗？你真的喜欢大少爷？哎呀，小蛮，你看着我，你说
这结婚可不是儿戏呀！你是不是真的喜欢大少爷？嗯。怎么会这个样子呢？你既然喜欢他，你怎么会嫁给二少爷呢？你是不是为了保护大少爷？是不是？大少爷为我牺牲了那么多，我总要为他做点什么。那大少爷知道这件事吗？他知道。那他怎么说的？他说，他宁可我活着。啊！哎呦，你们两个蠢孩子啊！你们两个蠢孩子啊！他为了不愿意你死去，宁愿让你嫁给二少爷。你呢？你宁愿冒着失去他的危险，你不忍心看到他被猪头4伤害。哎呦，你们两个蠢孩子！哎呦，蠢孩子啊，你们！哎，今天到现在啊，我还没敬你们一杯呢啊！来，我们喝一杯。好，来，徐伯，哎呦，大英雄，来，大伙儿啊，我跟大伙儿介绍一下，这就是戴律师。这次小蛮能够无罪释放啊，全是戴律师的功劳。谢谢辛苦戴律师了，谢谢大少爷。金龙，金龙，你怎么回事儿？大少爷是个大好人。金龙，先干为敬。哎呦，大少爷，金龙今天就拜您为大哥。大哥以后只要吩咐金龙，金龙赴汤蹈火，绝不回头。哎，金龙兄，你这是为何呀？你这不是折煞我了吗？什么金龙兄啊，我都叫您大哥了，你应该叫我声老弟才对啊。金龙啊，我看呐，大少爷都不清楚是怎么回事，你怎么就急着认大哥了呀？小蛮是我哥们儿，大哥他照顾小蛮就等于照顾我，所以说这个大哥我认定了。大少爷，您一定知道我是在说什么。如果您不接受，那就是看不起我石金龙。我，别喝了，不能再喝了，不能再喝了。来，上菜啦！别喝了，哎呦，小蛮来了。来，我们喝，小蛮也来吃啊！小蛮，你看，来，戴律师来了，还不赶快给大恩人敬酒？是，多吃啊！大少爷，你终于来了。彩妈，给大少爷倒杯酒啊，快！小蛮，快一点，敬大少爷一杯啊！谢谢你，大少爷。没事吧？没事。要不要我扶你回家？我还行。来，那边歇会儿。哎，好，慢点啊。哎，大哥，来，慢点，来。今天这酒啊，喝得畅快。我真没事儿，没事就好。金龙啊，大哥有何吩咐？你愿意留在戴家吗？我，小蛮即将嫁入戴家了，
我希望你能留在他身边，照顾他。大哥的意思是，希望我留在戴家照顾小蛮。你愿意吗？怎么不说话了？大少爷，为什么不是您照顾小蛮呢？您是我大哥，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。可是既然大哥喜欢小蛮，为什么不是您照顾他呢？大哥，您和小蛮的事儿我都知道了。你们不止情投意合，还一起度过生死难关。可为什么偏偏你们不能在一起呢？所有的这一切都搅到一块儿了。我之所以选择放手，选择离去，就是为了能够看到小蛮好好的活着。金龙，这些都是我和小蛮自己的决定，也是命运的决定。既然如此，无怨无悔。大哥，大哥，金龙知道小蛮喜欢大哥，就算她即将嫁给二少爷，可心里还是惦记着大哥你。金龙替小蛮，谢谢大哥。涛儿，涛儿，还在画呀？哎，别画了，咱们出去走走吧。去哪儿啊？娘想去小蛮家走走。你去他们家干什么？哎，这婚礼不用筹备的。可是他还没……是吗？没事，就是这结婚的事情吧，交给杨总管办不就好了？哎，这大大小小的事情，我当然会交给杨总管处理了。可是跟小蛮的娘谈定婚期，总得娘亲自出面吧？而且什么？说真的，我之所以会认小蛮当我的媳妇，还不是让你逼的。哼，在答应你们结婚之前，我还一直没有机会跟她的娘见个面。那在进门之前，我至少跟她见个面吧。娘，怎么？你怕我吃了她？你放心好了，娘不会不识相的。再说了，她也知道我不是凶手了，不是吗？哦，这一点我已经跟她解释过了。哎呦，那你还担心什么呀？她以前对我的种种不好呢，姑且我就原谅她了。涛儿，小蛮在嫁进戴家以后呢，要学习的事情很多，这个从里到外呢，样样都要学习。今天我就是想带她上街去买几件像样的衣服，顺便跟她聊聊啊。走吧，别画了，走。哎，娘。这么远又这么难找，早知道叫他们到家里坐坐就是了。二夫人，我跟您说，就从您下车的这地方算起啊，这一大片都是戴家的产业呢。哦，是吗？啊，我们家产业有这么大呀？二少爷，您将来迟早要协助夫人掌管戴家的产业，这些您不能不知道啊。杨总管说的是，我以后会留意的。这边。小蛮，我出去干活了啊！彩妈，等一下，彩妈，等等，我要和你一起去。我好久没有上街晃荡了。你也想跟我去擦鞋呀？我擦的也不比你差呀。哎呦，好狂的口气呀！好啊，今天咱们母女就试试看，看谁厉害。嗯，谁怕谁呀？嗯。夫人，二少爷，就这儿。嗯。哦，二夫人、二少爷，你们好。伯母，小蛮。严太太您好。哎，您好。小蛮，恭喜你平安归来。谢谢二夫人。哎，坐，喝茶。
来喝茶啊！你娘她干嘛来？她专程来看伯母的，谈婚期的。谈婚期啊？她怎么那么急啊？我哪知道，她一激动就把我拉出来了，我还来不及反应呢。都怪你！哎呀，行了，别激动了，既来之则安之，先把她应付好吧。啊，我忍，我忍。哎，请坐，请坐啊。走。严太太啊，我们戴家有许多闲置的房子，再怎么说屋况要比这儿好。我看这样吧，过几天让涛儿带你去看看，你尽管挑，看得中就搬过去住，哎，不收租的。再怎么说，咱们都是戴家的人吧，不要住得太寒酸了啊。夫人，我们在这儿住得很久了，挺习惯的。哎呦，您就别客气了。如果啊，你们继续住下去的话，别人会说闲话的。别人说什么闲话？夫人，这个房子也是你们戴家的，这1个月呀要10块钱。这房租啊，虽然贵得吓死人，不过我们还负担得起，所以我们决定了哪儿都不搬。夫人，谢谢你的好意了。这话说的，娘，不是来谈婚期的吗？谈什么搬家呀？是啊，不说了。严太太，我其实是来想谈他们2个婚期的。夫人啊，这个具体问题呢，我是觉得啊，这件事儿待会儿你再跟我们杨总管商量好了。小蛮，你站起来。你就没有几件像样的出门衣服吗？我平常都穿这样的，怎么了？待会儿带你上街去买几件漂亮衣服啊，走吧。我娘脾气一向就是这样的，你就忍忍啊。再说也是为了你好，啊。伯母，多多包涵啊。那我们先走了。没事没事，你们走吧。走。杨总管，结婚的事就拜托你了。哦，放心吧，二少爷，去吧。好。严太太，这个婚期的事儿，你有什么看法？当然是越慢越好了。越慢越好啊？多慢？最好是明年以后再说嘛。明年？你这不开玩笑吗你？谁跟你开玩笑啊？你到了明年，小蛮肚子里的孩子都生下来了。啊？对，我差点忘记了，明年我要抱孙子了。杨总管，我的意思是说啊，这婚期当然是你们决定了。那就越快越好啊。多快啊？你看啊，要发请帖，还有婚礼的流程。10天吧。啊，10天呢？10天已经很快了，你还要多快啊？我只是希望不要那么快呀。不这么快的话，样子很难看了吧？什么难看？会大。什么大？你在说什么？会大啦。对，会长大，会长大的。10天啊！不长大才怪呢。好，10天就10天了。小蛮，以后你就是戴家的少奶奶，出门穿着一定要留意。像你现在穿着这么随便，怎么行呢？你要知道，你一站出去，就代表戴家的门面，不能丢脸。穿什么跟门面有什么关系啊？当然有关系了。能穿丝绸就不穿棉麻，像你这种就不能穿出门的。还有啊，像我们这种人，出门一定要打扮化妆的，否则啊就是没礼貌。化不化妆跟礼貌有什么关系啊？那可有关系了，上流社会应有的礼节。你们的礼节还真多。怎么这样？我在教你，我说一句你回一句的。小蛮，我跟你说，我娘说什么你听就是了，少说2句。你该让他少说2句吧。哎呦，拜托了。好了，反正只是演戏啊。好。你的意思是答应我了？不就是假结婚吗？你呀！你们
俩在干什么呢？还不快进来！走。张老板。哎呦，二夫人呐，快点，请问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的吗？你帮这个丫头啊，选几件合适她穿的衣服。哦，没问题。小姐，请看一看。嘿嘿，我们的衣服啊，都是最近刚从英国和法国进口的。哎呀，全是最新的流行款式啊！这种东西肯定都不便宜吧？还可以吧。我们这里的东西啊，可都是货真价实。你看这件啊，维多利亚的连裙洋装，才2块钱。切，我还以为要多贵呢，才2块钱而已。我在街头叫卖一会儿，2块钱就出来了。张老板，别跟他计较，这丫头没见过世面，甭理她，就带她去试衣服，只要合身，我全买了。我不是。小蛮，你听着，要是有一天你离开了戴家，在上海滩混不下去了，就是把这些衣服卖掉，也能换不少钱呢。好，那我现在就是。好，来，小姐，你多带几件，多试一试，准保你啊，肯定喜欢。去。你刚才跟小蛮说些什么呢？我没说什么呀。来，看看。转过来。娘，好不好看？好看。自从咱们戴家出了那件事，全家都是杯弓蛇影，害得我都不爱出门逛街了。今天呢，好不容易逛得非常尽兴。小蛮，你怎么了？这衣服别扭死了，我都快断气了。时间长了呀，你就适应了。小蛮，这儿是咱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。虽然刚开始我们好像不是很愉快，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。我希望咱们现在重新开始。小蛮，其实你长得挺好看的，稍微打扮打扮，你肯定能成为上海滩的名女人。我才不想成为什么上海滩的名女人呢。哟，这可由不得你了，你可是戴家的少奶奶，这件事情你还是尽早接受吧。尤其是等你生了孩子之后，你还得相夫教子呢。你再把以前那些街头讨生活的坏习惯带进家里的话，会带坏小孩的。什么讨生活的坏习惯啊？难道我说的不是吗？二夫人，您说的也太夸张了吧？哼。那我问你，从你刚刚进丰满楼开始，有多少人盯着你看？那当然了，除了你的长相，更重要的是你的打扮穿着。我再问你，如果说你现在还是穿着以前的衣服在这儿卖花的话，会有人正眼瞧你吗？当然是不会，因为大家把你当成是卖花女。今天我教你的并不是穿着打扮，而是教你懂得如何赢得别人尊敬，让人家打从心里面认为你就是戴家少奶奶。所以了，你那些坏习惯呢，就跟这些东西一样，把它给扔了。那是我娘给我买的。怎么会？